我们今天要来聊，我们是怎么教会一条网路线，除了传资料以外，还能顺便把电也给送过去的。好的，我们先把时间倒转，回到一切的开端——土炮传电时代。在官方标准出来以前，很多工程师看着网路线都觉得有点浪费。你看哦，当时的网路线里面有8条芯，但传输资料其实只用到了其中4条。那剩下那4条不就空在那边没事干吗？当时像 VoIP 网络电话这种东西，旁边都还要插一个超大的变压器，很麻烦。所以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出现了。当时最直接、最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是所谓的被动式 PoE 不就把直流电直接灌到那几条闲置的线芯里就好了吗？以前是网路线加电源线2条线，现在1条网路线就同时搞定资料跟电力。看起来问题好像解决了，对吧？但真正的危险才正要开始。首先，电压根本没有标准 ，A 厂商用5伏 ，B 厂商用12伏 ，C 厂商又用48伏，完全是各搞各的。你买错了就不能用。但最要命的一点是，它完全没有一个沟通的机制。意思就是说，供电的那一头，他根本不会去问，你对面是什么设备啊？反正线一插上去，电就直接冲出去了。这就造成了当时所有 IT 管理人员最大的噩梦。万一你一个不小心把一条带着高压电的网路线插到一台根本不支援这种供电的笔电上，会怎么样？运气好的话，可能只是网路孔烧掉；运气差一点，整块主机板直接跟你说拜拜。这让当时的网路维护变成一件风险超高的事情。好在这种混乱的状况总算在2003年结束了，黄金标准的诞生。全球最大的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也就是 IEEE， 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 802.3AF 的标准，这才正式把 PoE 从一个危险的土炮玩法变成一个安全而且大家都可以互通的正式技术。那这个标准最核心、最聪明的设计就是这套安全握手协议，它基本上有2个步骤。第一步是侦测，供电端在送出大电流之前，会先送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电压过去，检查看看对面的设备有没有一个特定的电阻值。如果有的话，他就知道对方是自己人，是 PoE 设备，这时候才会开始供电。光是这一步就完全解决了插错线烧掉设备的问题。然后第二步是分类，确认是自己人之后，设备还会告诉供电端说，我需要多少瓦的电，这样交换机就能更聪明的去分配电力。搞定安全问题之后，接下来的竞赛就是看谁能提供更大的电力。最早的 802.3AF 标准提供 15.4 瓦，给当时的网络电话用绰绰有余。可是后来出现了像是那种有夜视功能的摄影机，还有速度更快的 Wi-Fi AP， 15.4 瓦就不太够用了。所以到了2009年 802.3AT，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PoE Plus 标组就出来了，直接把供电能力翻了1倍，来到30瓦。不过更大的电力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管理问题。375瓦，它代表的是一台商用等级的 PoE 交换机，它能够提供的总电力预算。假设你有一台24个网路孔的交换机，如果每个孔都接上需要30瓦的 PoE Plus 设备，那总共就需要720瓦的电力。可是你的交换机，它的总预算就只有375瓦，那会发生什么事？这就代表不是你插满了设备就都能动。工程师必须开始去计算总共会用到多少电，甚至还要设定哪一些设备比较重要，优先供电，免得重要的设备因为电力不够而被关掉。接着我们就进入了挑战极限的时代。随着更新的 Wi-Fi 6、Wi-Fi 7出现，还有智慧照明，甚至有些小型电脑，大家都想靠一条网路线供电。这时候30瓦又渐渐不够用了。同时，大家也知道，网路线有一个100公尺的物理距离限制，这在很多像是大厂房或校园的环境里，真的是一个痛点。90瓦。这是在2018年推出的 802.3BT 标准，又叫做 PoE++， 带来的一个巨大跳跃。它打破了过去只用2对线芯供电的做法，干脆把8条芯全部都用上，4对线同时传输电力。这一来，网路线就真的变成一条小型的电力缆线了。那90瓦的电力到底能干嘛呢？能做的事情可多了。像是那种高阶的可以自动旋转追踪的 PTZ 摄影机，大型的电子广告看板，
最新的 Wi-Fi 7 AP， 甚至是一些轻薄型的电脑主机，这些以前想都不用想，绝对要另外插电的设备，现在通通一条网路线就搞定了。那距离的问题呢？为了解决那种大型仓库或停车场动不动就超过100公尺的布线问题，业界开发出了一种长距离模式。它的核心概念很聪明，就是用速度来换距离。它把传输速度从原本的1000 Mbps 大幅降到10 Mbps， 这样一来讯号衰减就减满了，传输距离也就可以稳定的拉长到250公尺。对像摄影机这种其实不太需要超高网速的设备来说，这简直是完美的交换。不过，不管是追求90瓦的大功率，还是250公尺的长距离，工程师终究还是得面对物理定律的无情。电流在长长的铜线里跑，电压一定会下降，功率会损耗。尤其当你好几十条高功率的 PoE 线绑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热能也会互相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专业的暗场，大家都会坚持要用高品质的纯铜网路线，这不是迷信，而是唯一的保险。走过这段发展史，我们终于来到未来的蓝图。PoE 这项技术已经从一个当年只想解决电话旁边电源线的小发明，慢慢演变成支撑整个现代智慧建筑的能源骨干。它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着90瓦的标准越来越成熟，一个万物皆可 PoE 的时代真的要来了。比方说 PoE 照明，它让每一盏灯都能透过网路线供电，同时还能单独控制它的开关跟亮度。还有智慧大楼里的各种感应器，甚至跟太阳能储能系统结合，变成一个小型的直流电网。PoE 的应用想象空间真的越来越大。而且更关键的改变是，供电不再只是单纯的开或关，而是变成由数据来主导的能源分配。现在的 PoE 交换机，它就像一个智慧电力调度中心，它可以去分析过去的用电记录，来预测什么时候会是用电高峰。甚至当它发现某个设备宕机没反应了，还可以透过远端指令，把那个网路孔的电关掉再打开，让设备重开机，这就实现了自动化的维运。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这段旅程，从2003年确立了安全的15.4瓦，到2009年翻倍到30瓦，再到2018年实现了90瓦的高功率应用。你可以看到 PoE 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解决更复杂、更广泛的问题。那未来呢？挑战250公尺之后的极限，肯定会是下一个课题。回头看这整个发展，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功率和距离的数字在变化，但它的核心精神其实一直都是简化。能用一条线解决的事情，就绝对不要用2条。透过标准化，让不同牌子的设备也能互相沟通，而且在设计的时候就为未来保留扩充的弹性，这才是它能成功的关键。那么你觉得它的终极极限会在哪里呢？谢谢你的收看。